来，小姐，哎，这么些可不够酿酒啊。这早就过了青梅成熟的季节了，目前也就只剩这些。况且这棵树还是我亲手栽种的，它一年的产量也不太多。若是娘子喜欢，我便都留给你，拿去酿酒。这也太酸了吧！小馋猫，谁让你馋嘴的？小喜，你把这些青梅都拿去清洗干净，晾干。记住了，这些都是给三少奶奶的，谁都不许碰。我要亲自为娘子酿酒。多谢相公。放心吧，三少爷，小喜啊，亲自看着，一颗也少不了。走。好吃吧？确实够酸。那棵树是天磊哥哥小时候亲手栽的，那时候每一年都是我陪着他培土上肥，待到青梅成熟了，我向他讨，他是都给我的。凭什么这杜冰雁霸占了我的天磊哥哥？他明明是我的，是我的。哎，我跟你讲，后院那口井的井水可太凉了，我不过就是替燕生小姐洗了件衣服，你看我的手现在全都冻红了。快回去擦点药，那井水一年四季都冷得很。快走，走吧，听你的。倘若我病了，天磊哥哥定会疼惜我。小姐，小姐，你不能这么做呀！你打小身子就弱，如何受得住这冰凉的井水啊？奶娘，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我就是要生病，这样天磊哥哥才能怜惜我，来看我。你这是何苦呢，小姐？奶娘。快点儿！再来！像是秀波小姐，可是这大晚上的，哎呀，许是我看花眼了吧？不好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不好了，不好了！哎呀，怎么回事啊？小姐发高烧了，快发烧了！快去请郎中！啊，对，我快去！我去通禀老太君。哎，这可怎么办？小姐发高烧了。什么？秀波病了？那郎中怎么说？开了药吗？您放心，这大夫也请了，药方也开了，只是什么呀？快说，你快说啊！只是秀波突发高烧，
什么都吃不下去。大夫说了，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吃点东西才是。若是一味空腹喝药，恐伤了脾胃，到时候怕是高烧没退，又添新病了。那就弄点清粥，或者是馄饨也行。都试过了，什么都吃不下。走，我们瞧瞧去。老太君，小姐发烧，您就别过去了。若是再沾染了病气，小姐又要责怪老奴多嘴了。况且啊，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那边照顾着呢。三少爷、三少奶奶都过去了？是啊。那我就放心了。小巧，你过去看看，告诉天磊要好好的看护，就说是我的意思。老太君您放心，我这就去。快去吧。老太君，别担心。天磊哥哥，醒了，快听听修伯小姐说什么。天磊哥哥，天磊哥哥。三少爷，我们小姐这是唤您呢，这都迷迷糊糊唤了一晚上了。秀波妹妹，不要抛下秀波。天磊哥哥，你们怎的都在？秀波方才做梦，梦回到小时候，天磊哥哥带着秀波玩耍的日子。小姐，你一直高烧不退，可把我们吓坏了。如今可好，总算是醒过来了。秀波让哥哥嫂嫂担心了，这又不是你的问题，肯定是照顾你的下人没有照顾好，所以你才生病了。不是的，嫂嫂，他们都照顾得很是尽心，是我自小身子就弱，怕是突然来了林州，一时水土不服，多休息2日就好了。我记得小姐小时候初到林州，也得过一次这样的病。我不碍事的，劳烦天磊哥哥和嫂嫂担心了。还说没事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可是一口东西都没吃。奶娘，不可多嘴。来了，厨房做了素馄饨。吧，小姐，我喂你吃一口。小姐，三少爷，这还没吃呢就犯恶心，这可怎么办呀？我没事的，就是没有胃口罢了。秀波妹妹想吃什么，我吩咐厨房给你做。我想吃天磊哥哥小时候给我做的青梅府。小时候每次有个头疼脑热，天磊哥哥就会给我做的那个。三少爷，方才老太君还吩咐要你好好照顾秀波小姐呢。我记得咱们后面不是有棵青梅树吗？你快命人去摘了，给秀波小姐制作青梅府吧。现在早已过了青梅采摘的时节，况且那棵树上也已经没有青梅了。没了？我前几日路过，见还有几棵的。已经被我采完了。我摘的，我想喝青梅酒，所以把它们都摘了。
不过，天磊，眼下妹妹病得这么重，你把它们都拿出来做成青梅府，给妹妹开开胃吧。这一直不吃东西也不行啊。对不住嫂嫂，害你喝不成青梅酒了。没什么的。都怪秀波，害天磊哥哥劳累这么久。不碍事，毕竟工序繁琐了些，所以晚了点。是天磊哥哥的手艺，光是闻着味道，秀波都要流口水了呢。还是三少爷有办法，让秀波小姐愿意吃东西了。快吃点开开胃。还是天磊哥哥联系秀波。我有事儿就先走了。小姐，你吃点东西吧。这一整日都在秀波小姐那里照料，你都没怎么吃东西。不想吃。哎呀，都怪三少爷，明明说好那青梅就是给小姐你酿酒用的，还说什么别人都不许动。结果呢，那秀波小姐一生病，便什么都忘了。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秀波那副可怜样，谁看了不心疼？小喜，我觉得很奇怪，但又说不出哪里奇怪。哪里奇怪呢？娘子果然敏锐，此事的确大大的奇怪。你过来这儿干嘛呀？不留在你秀波妹妹身边，人家生病了，病成这样还叫你的名字呢。那人家不是烧糊涂了吗？齐天磊，你说得倒轻松，是你先拉人家手，拉的还不够吗？那拉手，哎呀，是不该。娘子，你别碰我。娘子，就因为我被别人碰了一下手，就要把我这只手给砍掉？摸了秀波妹妹的手，就不能再碰我了。小喜，快劝劝你们家小姐。我家小姐说的对啊，这被别的女人摸过的手啊，就是该砍掉，就是该砍掉。你们主仆二人竟是如此妒妇！哼，对，我就是妒妇。你不喜欢，找你秀波妹妹去啊。你笑什么？我笑我娘子为我吃醋，我自然是开心的。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才没有吃醋。啊，好，娘子不是吃醋，娘子是生气，生气自己的夫君被别人惦记。对，我只是生气，我的东西被人惦记。那娘子就不必生气了。这人是娘子的，青梅酒也是娘子的，再惦记，别人也抢不走。果然是青梅酒，你哪来的青梅？为了保住娘子的这几颗青梅，我可是差人跑了大半个林州呢。我这番煞费苦心，可娘子竟然要砍掉我的手，我还真是伤心呢。好吧，我误会你了。我答应过娘子，这几颗青梅
谁都不许碰，我又怎能食言呢？算你识趣。对了，你刚才说有些奇怪，是发现了什么吗？秀波这场病确实有些古怪。我也觉得，这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他在梦里叫我的名字，拉我的手，都略显刻意。你是说他这是演的？高烧倒是真的，不过这情貌真有几分像演的。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去后院收青梅的时候，看见水井边上有2个人在争执，还有水声呢。那身形像是秀波小姐，我瞧着她正打了那井水上来，泼洒着呢。那这个意思是，她为了生病，自己泼自己冷水，8九不离10了。这也太……不过秀波本性纯良，怎会连自己的身子都不顾，也要离间你我2人呢？或许是对你用情至深呢。娘子，你就别再打趣我了。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算女子真动了情，按照秀波的本性，也不该至此的。有人怂恿她。秀波妹妹有福了，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啊。哎，我想起来了，那日秀波小姐搬进院子的时候，柯少爷也来贺喜。他们2人把下人支开，窃窃私语了好一阵呢。果不其然，又是柯世昭。柯世昭，又是柯世昭，棒打鸳鸯到本姑娘头上，还利用秀波妹妹对你的感情，我饶不了他。娘子不用着急，此事涉及秀波，咱们还需从长计议。我看秀波妹妹也是痴情的人，要是柯世昭再利用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咱们就帮秀波擦亮眼睛，看清柯世昭的丑恶面目。你有什么计策？他们不是要棒打鸳鸯吗？那咱们这对鸳鸯，就闹个鸡飞狗跳给他们瞧瞧。哼，懂了，将计就计，让柯世昭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这样就会放松警惕，自己露出狐狸尾巴。你这悍妇，极度成性！我堂堂齐家3公子，3妻4妾，通房4舞，又有何不可？哼，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千里迢迢的嫁来齐府，你就这么对我，让我跟那些阿猫阿狗争风吃醋。早知道我就不来了，让你这个病秧子病死！你再看看你浑身上下，哪样与我般配？我要找一个天仙般的女子，秀发如水，顾盼生姿。你想得美！哪个好女子看得上你？一看就是病秧子，身体不行。你彪悍如何动师？你性格古怪，你面目可憎，你臭不要脸！姑奶奶受不了了，我走了。求之不得，我也落个逍遥自在。哼，你就该感谢你姑奶奶，我救了你命。哎，你干嘛？你再如此，我便不客气了。哼，你敢对我怎么样？你这个人竟然对我动手，有何不敢？鸟语花开春空气，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静出身风雨息，雁归落汤溪。一叹不
知你归期，而叹遗忘昔。小姐，三少爷，那个看戏的已经走了。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小姐，那我进来了。情恨至此都不舍一世。我在三少爷的屋外听见他们吵得可厉害了，还砸东西，吵得特别凶。太好了，既然如此，肯定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那我们就从中作梗，将他们一分为二，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就按照计划。恭喜秀波妹妹了。何喜之有？秀波妹妹巧用心思，那一边已经是暗无天日了。你的天磊哥哥和那个三少奶奶日日紧闭房门，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那叫一个惨呀！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妹妹，你此时此刻万万不可妇人之仁，大事将成，不可以退缩。况且，你与天雷乃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情谊，反倒是那杜冰燕，她才是最为过分，鸠占鹊巢，抢了你的心爱之人。妹妹，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就在此刻乘胜追击。可表哥，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杜冰燕性子泼辣，若是让她一哭二闹，闹到老太君面前去，那妹妹的事恐怕会有变。不如就趁他们夫妻二人离心之时，妹妹单刀直入，得了天磊的心。要怎么做？将生米煮成熟饭。这怎么行？我虽自小倾慕天磊哥哥，但女儿家的名节最是珍贵。非常之事当是非常手段。此时你只需要屏退旁人，只有你与天磊二人知晓。待到事情发生，天磊行了夫妻之实，必会给你名分，便可保你名节。妹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况且你已经挑拨了他们二人的关系，而你自己也是孤零零一个人，与其让三个人难受，不如你就成全了自己，成全了天磊哥哥吧。表哥已为你谋划周全，天衣无缝，万无一失。冤家，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见那秀波小姐美若天仙，才一心一意地帮她出谋划策，帮她当上齐家的主母，竟还操心顾着她的名节？哎呀，你说说你呀，这小丫头片子哪儿比得上你风情万种啊？嗯，别来唬我。谁骗你了？你想想看啊，若是此等男盗女娼之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老太君撞见，会如何呀？原来你早有谋划。那是。再过几日，就是齐府各大商行的大掌柜的来向外祖母汇报明年的商行计划的日子。到时候，我会带着众人欣赏这出好戏，让老太君当着众掌柜的面儿创见齐天磊和秀波的奸情。那时候，
齐天磊和杜冰雁必定恩断义绝，而秀波也会身败名裂。还想做大娘子，能收回来做个偏房就已经算是恩惠了。如此一来，没了三少奶奶，谁也别想挡我们的路了。好计谋，一箭双雕啊！错，我这是一箭三雕。经此一遭，齐天磊必定让老太君失望至极，而齐天磊在齐府，也必定没有了立足之地。这偌大的齐府啊，不就是我们的天下了？那你别忘了，我也是有功劳的。这齐家的好处啊，一定要分我一杯羹。那是自然。齐三公子，我们家小姐说了，替老太君制作百寿图所用的染料要色泽艳丽才好。小姐邀约三少爷前往后花园，一同采摘水芙蓉花，以此精研成料，留作备用。小姐在水榭等您。好，我换了常服，便去赴约。成了。各位大掌柜，辛苦了。明年各大商行的业务目录我都看过了，还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勤勉做事，争取让明年各大商行蒸蒸日上。到时候我齐府绝不会亏待每一个人。谢谢老太君。世昭，今天晚上的酒宴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各位大总管。外祖母放心，世昭此次特意请了兴盛楼的名厨，来给各位大掌柜的设宴。这兴盛楼的名厨啊，最擅长烹饪西湖醋鱼，只不过此道菜肴甚是繁复，还望各位稍待片刻。做得好。不如这样，外祖母，趁着天晴风暖，您和各位大掌柜的去后花园逛逛园子。我看那满湖的芙蓉已开，风景甚是宜人呐。早就听闻咱们东家的园子是大师所造，园林别致，我们都还未曾见过呢。这有何难的？走，跟着我去看看。好啊！太君请，太君请，太君请，请。好，大家都一起来吧。外祖母，慢点。哎，好好。咱们那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呢。你看这桥，果然是曲径通幽，风貌别致呀。小姐，三少爷，不好了，有人来了。这园子一步一景，甚是别致。世昭我常常信步其中，心旷神怡。各位，看这水榭，在此赏荷观景，别有一番奇味。是啊，那就带各位大掌柜的过去瞧瞧。好，好。老太君，你看这水榭多美啊！哦，哎，这里面瞧着像是有人呢。哎，这不是秀波的奶娘吗？秀波
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呀，我刚才瞧见三少爷也进了这里边。是三少爷。恭喜老太君！看来这三少爷真是艳福不浅呐。是啊，早就听闻秀波这个姑娘，早些年呀就是这苏州大户的闺秀。看来咱们齐家商行又要添财了啊！添财了！是啊。少胡说！是三少爷。外祖母，秀波妹妹可是于府的大家闺秀，但是她竟然为了得到天磊的心，做到如此不顾名节的地步，想必也是用情至深呢。外祖母，不如我们就成全他们二人如何？怎可这样？柯少爷，这可使不得。我们堂堂三少爷可是齐府的独苗，怎能与这种不顾名节的女人结成连理呀？哎呀，天磊呀，他既然能够来到此处，那必定是两人早有情谊，枉费了老太君对他这么多年的苦心栽培啊！竟然如此放荡，也练起女色来了。哼，这个天磊！奶奶，奶奶，您找我。那亭子里是何人？你怎么会在此处？表哥的意思，我不在此处，应当在何处呢？对呀，不是说是三少爷吗？奶奶，这是我为您写的百寿图，方才装裱好了，给您送过来。好，好。我刚刚明明看见三少爷进了那里面，那里面的是谁啊？奶奶，是谁呀？是我呀。哦，冰燕，你这是？我跟秀波妹妹在一块儿呢。可是招说的话，可都听清楚了。多谢姐姐救我出无底深渊。天磊哥哥，怎么是你？秀波，我有话与你说。秀波妹妹，你我同为女子，我明白你对天磊的情谊。只是我与你相比，也绝不差半分。我们女子若是寻得一个好夫君，与他幸福快乐地过上一辈子，那也是好事。只是这天大地大，情情爱爱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你该有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样以后你一定会寻得属于自己的如意郎君，他会疼惜你，爱护你。这种傻事啊，以后莫要再做了。冰燕姐姐，傻孩子，怎么会是三少奶奶？还穿着三少爷的衣裳。上次投壶，奶奶夸我英气，我就寻了天磊的衣衫来讨奶奶开心。好，奶奶，秀波妹妹给你制作了芙蓉香露，撒在百寿图上，可香了。哦，来，样子。
好。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同乐同乐。好孩子，真是2个好孩子呀！好好好，恭喜恭喜！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桃李飘下十里，快快，给公主倒茶。公主，怎么，父皇说非要我嫁人不成？公主大喜呀！这回招定北侯袁不屈将军做驸马，公主真是好福气呀！也不知道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公公，我得眼见为实。之前你让我看的那些画像，全都是假的。公主，能让您瞧得上眼的男人可没几个。哎，可这袁驸马啊，我可没答应，我得眼见为实，亲自去瞧瞧，看他到底是个3头6臂，还是个歪瓜裂枣。哎，上次那个吏部的新状元不是一心想要娶我吗？对啊。他给我写的那些诗呀词呀，我可都给你们念过。哎呀，多感人呀！感人，好一通堆砌辞藻，虚情假意，真是酸腐。还说什么可以为了我赴汤蹈火，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这种话你们信不信？信。你也信？哎，我信。反正啊，我是不信。公主，你要的剑做好了。公公，我们玩个新游戏吧。啊！启禀皇后娘娘，驸马爷袁不屈派人送来奏章，皇上请您预览。念。是。承皇上恩宠，袁不屈奉旨赴京，途经齐鲁之地，须在家乡祭祖，请万岁恩准，臣祭祖之后再回京，以尽孝道。灵山钟灵毓秀，风景秀美，臣恳请陛下恩准，请公主前来与臣同游灵山。这个袁不屈还是有些孝心的嘛，以孝为先，以情为重，不错。皇后娘娘，你可真是慧眼识英雄啊！为公主选了一位乘龙快婿呀。昌平个性孤傲，还不知道他会捅出什么篓子来。我虽贵为皇后，是一国之母，却不能替公主择婿。难道这就是己所不欲，难施于人吗？见过公主。免礼，快请坐。臣觉得还是站着比较舒服。啊，对了，新状元，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诗词呀？刻骨铭心。臣对公主仰慕已久，公主是天下第一美人，多少人都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还有吗？我为公主日思夜想，茶饭不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哇，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本宫让你做什么，你都绝无二话？绝无二话，刀山火海，
但凭公主一句话，臣定万死不辞。好，就算公主让臣去摘那天上的月亮，臣也会寻遍天下，找个天梯爬上去。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今日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给你画一个小圈圈，然后你在这个圈里不许动，能做到吗？这有何难？天打雷劈，我也不动。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好，公公，把这个苹果顶在头上。哎，公主，哎，这个使不得啊！这个剑它不长眼呐，公主。哎，你能不能别乱动啊？你都出圈了。哦，我不动。那咱能不能换个玩法？哦，对了，其实我忘了告诉你，我射箭射的其实并不好，但是呢，我会努力的。别！公主，使不得呀！哎呀，公公，你能不能别说话了？我在误伤了你。公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呀！走开！公主，你别！公主，别！公主，别！别！多谢公主，手下留情。公主，你别演了，这个箭头是蜡做的。胆小鬼，就你一点担当都没有，还说为了我赴汤蹈火，我呸！赶紧走。是。皇后娘娘驾到！公，这宫里可不能外人进呢，让皇后娘娘知道可不得了了。快随我出宫！苹果！快！皇后娘娘驾到！儿臣拜见母后。免礼。这是笑什么呢？大老远就听见了。母后快坐。我们刚刚在一起啊射箭，跳绳来着。这都快有婆家的人了，还只知道玩。驸马来信了。母后，我都不知道原部区长什么样呢，你让我怎么嫁呀？他信上说，想约你去灵山同游，上山看日出，逛云中仙地。可我也不知道，你是想去不想去啊？母后，我想去。天天在这御花园中都要无聊死了，什么时候去啊？看把你急的。暂且不说什么时候启程吧，我有3个条件，你可要先答应我啊！母后您说。这第一，你要脱去这身皇家的衣裳，扮成民间女子，不可让别人知道你的公主身份。扮成民间女子一定很好玩，我答应。这第2条，张公公扮成你民间女子的父亲，与你同行。啊，母后，他连一根胡子都没有，怎么扮成我爹呀？公主啊，要长胡子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粘上一个不就行了？行，我答应了。那这一路上，你不可以再耍公主的脾气。这第3条，凡事呢要跟张公公商量，切不可胡来任性。好，放心吧，母后。皇后娘娘，我是看着公主长大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慎之又慎的照顾好她，您就放心吧。母后，我都答应了您3条，我也有3条。你也有3条？哪3条？说来听听。这第1条嘛，这驸马的人选，我要亲自挑选。你还是想自己选驸马？我要亲自挑个好的。皇上指婚，君无戏言。那我就挑灵珊。你，公主，别急呀，公主别急啊。这样吧，你先去灵山看看那个原部区到底怎么样，然后咱们回来再商定。好，母后最好了。啊，我还有第2条。第2条呢，就是我让他们跟着我的时候，他们才跟着我；我不让他们跟着我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跟着我。我又不是什么小丫头了，我已经长大了。你要答应为母，确保自己的安全。最后1条，就是母后，你能不能让父皇给我1道金牌啊？省得他们欺负我。这个你想的倒是蛮周全的。好吧，别给我惹祸就行。妹妹前来辞行，多谢嫂嫂一语点醒梦中人，让我识破了柯世昭的险恶用心，才没铸下大错。妹妹日后一定要好好珍爱自己，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秀波自小跟天磊哥哥一同长大，当初一心觉得女儿家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婚姻，秀波以为天磊哥哥就是最好的选择。那日在水榭里，嫂嫂说天大地大，情情爱爱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秀波才幡然领悟了。自那日起，见嫂嫂和天磊哥哥情深至此，秀波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执拗于年少时青梅竹马的回忆。从今往后，天磊哥哥便是秀波的亲兄长了。日后作何打算？我打算回苏州去，好好经营祖母留下的产业。秀波妹妹慧智兰心，定能将祖业打点得风生水起。兄长过奖了。只是那柯世昭一心想要对付你们，往后定会使出更多的手段，兄长和嫂嫂该如何是好？放心，你且安心回苏州去。我和你兄长有的是法子对付他。这对金麒麟本就该属于相爱的2个人，2只在一起才能算作一对。今日我便将它送给冰燕嫂嫂，祝你们伉俪情深，白首不相离。多谢妹妹。妹妹走了。保重。
少爷，秀波小姐回老家去了，临行前特意去见了三少爷跟三少奶奶去辞行，看着秀波小姐和三少奶奶姐姐妹妹叫着，依依惜别，亲昵得很。哼，没用的东西！看来如今这步棋算是败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还当真是铁板一块，连我都拆散不了这对小情人啊！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他们，让他们做一对亡命鸳鸯。夫人，功夫不错嘛。其他的交给你了。哎，再跑，打断你的狗腿！你到底是谁？插针了，插针了！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小的，现在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就我那几招，我根本就不是女侠的对手。算你识相。敢问，女侠尊姓大名啊？小的就是死也死个明白，不是？哼，姑奶奶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扬州李玉湖。哦。少爷，哎呦，不得了了！这三少奶奶武艺高强，果然非同寻常啊！就我那几个人根本就不是对手。三公子毫无病态可言，挥剑生风啊！我刚要动手，上来就给我一拳，你看给我打的，我现在看东西还有点模糊呢。生死攸关嘛，自然拼命。不是少爷，我跟他们交过手了。他们个个武艺高强，你所言当真？当真，少爷。现在干掉这两个人恐怕是没那么容易了。就我那几个货根本就不是对手，况且这次吧，就是杀人不成，若是再想动手，恐怕就更难了。废物！且慢，这杜家千金怎么会武功呢？少爷，小的这次的事儿虽然是没办成，
但在危难之时，小的给您套出个惊天大秘密。什么？快说。就当时吧，就三少奶奶呱一下，就一脚给我窝那儿了，我岔气儿了。我当时就觉得吧，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在这儿了。然后我就跪地求他呀，我问他，我说你何人报上名来。他怎么说？哎，他吧，当时没了防备心了，就大言不惭说自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扬州李玉湖。李玉湖，你可听真切了？小的听得真真的。哼，我当是什么呢？怪不得觉得这三少奶奶古怪，没想到竟然是个冒牌货。哼，谁说不是呢？当真是天助我也呀！我们要借此机会，即使没办法来硬的，也要借刀。那就让官府来帮我们铲除掉这个眼中钉吧。少爷，高啊！你去趟扬州杜府，不管用什么办法去把杜老爷请来，让他当面拆穿这个李玉湖。小的明白，小的就去了。去吧。小姐，这2日除了送药，那继承心愿就不要去得太紧了。不是你让人家盯得紧一点吗？这叫内紧外松，也省得让人觉得你总在背后盯着他们呀。说紧是你，说松还是你。你是不是被抓住什么把柄了？哪有什么把柄啊，无非就是欲擒故纵罢了。欲擒故纵？过2日这祈福，就会有一场好戏看了。你呀，一肚子坏主意。怎么，今日有心情了？那是自然。沙校尉，沙校尉，有袁将军给你的书信。大哥的信，快给我看看。大哥呀，大哥，看来你还是离不开我呀。沙校尉，将军说什么了？这么高兴？他让我去趟灵山，说有要事要办。快点，给我备马，即刻启程。是。你们追不上我吧？累死我了。哎，姑娘，你干什么呀你？你让开！新娘子，你怎么哭了？跟我出来！姑娘，请放开我！你怎么不开心呀？开什么心啊？
要看你嫁什么男人了。怎么，你嫁得不好？听说是个凶神恶煞的克妻鬼，前2个娘子都被他打死了。那你不嫁不就成了？我爹欠了别人很多钱，实在没有法子了。臭男人，我替你做主，别难过了啊！你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法子啊？可是小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要赶路了。起轿。不行，你们让开！你们没看见新娘子在哭吗？她根本就不想嫁给那个克妻鬼。我命令你们，现在原路给她送回娘家去。哼，送回去？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算老几啊？跳出来管人家的闲事？我算老几？我可是……哼，不跟你计较。哎！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那日我儿感风寒，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害我儿惨死。那恶人又利用我儿的死，诬陷那家药铺，说是抓错了药，害死了人命。一时间，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都是家破人亡。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奶奶，你可还记得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陆玄师傅，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师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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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太中毒了。是你沏的茶，你想害师太？三少奶奶冤枉啊！这茶是老太君的，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大家喝了都没事，怎么只有她中毒了？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招数？罢了罢了，若是不信的话，我喝了便是。瞧瞧，我也没中毒啊。天雷啊，这茶有没有毒，谁也说不准。或许是在别处种的，只是来到齐府，突然发作了而已。不对呀，外祖母，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想嫁祸给我们齐家，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有这种可能，生意场上尔虞我诈。哎呀，不提这个了，师太要紧，快请郎中，赶紧送师太回界上心院，快！老太君，我也去吧。去。
幸好有师傅留给我的保命丹药，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保住了性命。不过，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就差1天，这下可怎么办？师太说不出话，也不会写字，那满肚子的冤屈不就无法申诉了吗？敬堂兄弟，你们来祈福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没有啊，我们是坐马车来的，一路上都平安无事。你再仔细想想看呢。哦，对了，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师太，可怜可怜我吧，给我2个铜板吧。我看他可怜，就给了他2块铜板。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一时觉得手臂奇痒，一直抓挠，手都抓红了。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正堂端坐。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是我们大意了，实在是太恶毒了，杀死了师太的儿子，现在又想毒害师太。为奸之计，就只能等着师傅回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先生，就不能再试试吗？姑娘，师太都已经断气了，这即便是华佗在世，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先生，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师太，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哎呀，死了！来人啊！来人呐！来人呐！小姐，来人呐！来人！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师太七窍流血，死了。三少奶奶，三少爷，这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小巧，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啊不，三少爷，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你还是找别人吧。老太君那边还要我伺候，我先退下了。太可怕了，太吓人了。小乔，如何了？确定断气了，这下你别放心了。你确定吗？我这双手亲自弹的，那老尼姑七窍流血，可吓人了，确实断气了。小乔，没事，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老太君，喝点茶吧。师太的后事如何了？回老太君，三少爷买了顶好的棺木，已经将师太送出去了，说是要在城外的庙里停棺3日，请高僧来做3天法事，之后就入土安葬了。老太君，您便放心吧。唉，话虽这么说，可师太毕竟是在我齐府身亡的，叫我怎么能够放宽心？小乔啊，你去忙吧。今天我要为师太念经祈福。是。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当真是十分难缠呀。前几日，关师傅传来消息，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江州的所有事情，全部1五1十地汇报给了我。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我看8成啊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哎呀，我早就提醒过你了，这三少奶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看似心直口快，其实呀一肚子弯弯绕绕，和那三少爷在那寄畅心院住着，整天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呢。没想到啊，一个冲喜，竟然给齐天磊冲出一个帮手来。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剔除掉这个帮手。你想怎么做啊？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他们2个关系如何？那还用说吗？小夫妻俩蜜里调油似的，感情好得不得了。蜜里调油，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够好到几时。这天下的夫妻，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没错。可人家新婚燕尔，感情好着呢。我知道一人，若是此人来到齐府，定可成事。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而我们便可坐收这渔翁之利了。是谁呀？柯少爷，按您的吩咐，于府小姐请来了，快请。秀波妹妹，好久不见。柯公子。秀波妹妹客气了。还记得老太君把我带到齐府之时，你日日跟着天磊，随着天磊一起唤我表哥。怎么，这些年过去了，倒生分了不少。不如还是按照儿时的叫法，唤我一声柯表哥吧。柯表哥。这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秀波妹妹已经出落的是个绝色美人了。我这次来苏州谈生意，路过于府，就想着秀波妹妹已经满了3年校期，应当是可以会客了，就特意来问了问。果然见到了秀波妹妹。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祖母已经过世3年，如今这世上就只剩下秀波无依无靠一个人了。妹妹，来，快请坐。坐。妹妹不必伤怀，你这么伤怀，让我这个故人看着都开始心疼了。秀波妹妹，虽然你的嫡亲祖母已经过世，可外祖母还在啊。
我们老太君与你的祖母是世交，他们关系也甚是亲密。还记得那时候你经常去我们齐府玩，这3年你守孝在家，老太君也吩咐过，把你经常居住的院落全部都要打扫干净，以备你守孝结束之后可以来林州小住。只要妹妹愿意，住多久都可以。天磊哥哥已经娶了少奶奶了，那园子如今已经有了女主人了，又怎能容我一个孤女久住？妹妹这般贤淑有德，实在是令人钦佩呀，应当与绝世公子相配。可惜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若是不然，你们2人该是多么美好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可惜天磊哥哥寻找冲喜之人时，我正在为祖母守孝，无法为他冲喜，就此错过了。妹妹，这世间好男儿千千万，只要妹妹仔细寻找，必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柯少爷，我是秀波的奶娘，容我多一句嘴，这世上好儿郎千千万，可是在秀波心中，远不及齐3公子一人。奶娘，秀波妹妹，你竟然对天磊还有这般心思啊？柯表哥，不知那位3少奶奶是何人？这杜冰燕虽是扬州富商之女，但是论家世背景、身材相貌，都不及秀波妹妹你。我们天磊娶了这么一位女子，委实可惜了。这名女子脾气秉性，着实执拗，可惜了我们天磊身子孱弱，还要去迁就她。怎么，她待天磊哥哥不好吗？她当然不及你们2个青梅竹马情谊深厚啊。她从来不晓得天磊的脾气秉性，所以在照顾上面就总是多有疏漏。可怜我的天磊哥哥，若是秀波能像小时候那样，随时前往齐府，我愿永远守护着他。妹妹，你当真有如此心思？是秀波一时失言了，柯表哥不要介意。这也是女儿家的心思，无处诉说。罢了罢了，既然是秀波妹妹的心思，表哥听着也是心疼。不如，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帮你把天磊哥哥抢回来。柯表哥，你不要乱说，秀波不懂你的意思。妹妹七窍玲珑心，自然懂我的意思。既然妹妹有此等心思，那表哥就让你们这对青梅竹马再续前缘。秀波不图别的，只求能像小时候那样，日日都能见到天磊哥哥，守在他身边，秀波就心满意足了。好，柯表哥一定会让老太君把你带到林州的。这投壶啊，讲究一个耳聪目明、胆大心细。奶奶，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哼，那未必。行了行了，你这都还没有赢呢，就开始说大话了，赶紧投吧。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统分，3少爷7筹，老太君5筹，香剩1寸。别得意，这一局我替奶奶赢。好，冰燕替我投。娘子请。
筹。双中，算4筹。相近，老太君胜。看见没有？这叫力挽狂澜。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她呀是我的小福星，身上还有几分英气，我喜欢。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多谢奶奶。你应得的，小子，没你的份儿了。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好像是挺漂亮的。满城共聚欢喜，相遇曲折离奇，就算跨越千里，共度风雨。哎呦，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哎。诶，不高兴了？输不起，输不起。怎么还不高兴了呢？输了就输了嘛。少爷，这等的谁呀？这么大的款，竟让您亲自屈尊来迎啊！这个人是我请的神兵，来助本少爷我一臂之力的。神兵？还一臂之力？把嘴闭上，少说点。是。外祖母，苏州余家嫡孙女儿秀波小姐到了。我呀，见她拿了好些礼物，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把行李放下，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好，小巧啊，你去把世昭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老太君，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小巧进府晚，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她呢。快去吧。来者是谁啊？表弟妹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有名商贾于氏姑女，那可是名门闺秀。我记得小时候世昭刚到齐府，这位小姐便已是座上宾了。说起来，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可不是嘛，她祖母与我是闺阁密友，未出阁前，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家请了教书先生，他便入住到我府上。我们同吃同住，同跟着先生学书画。闲暇的时候，我们共同摆弄女工刺绣。我们呐，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后来啊，他也经常带着秀波到我们齐府上来住一住，所以说他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外祖母，您别着急，秀波妹妹马上就到。老太君，秀波小姐前来请安。好，叫她进来。请。老太君，秀波给您请安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来了就好。打小你父母死得早，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现在她也走了，我知道你很伤心。祖母过世，
留下秀波一个人，孤零零的，无依无靠。秀波为祖母带孝3年，常常梦到祖母，整夜以泪洗面。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不过没关系，你祖母走了，不是还有我吗？是不是？我们这齐府啊，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以后会有人疼你，有人宠你的。多谢老太君。奶奶，这秀波妹妹来咱们齐府本就是喜事一桩，你就不要再难过了。你看，我也是老糊涂了，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秀波妹妹，一路来辛苦了。见到天磊哥哥，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想着3年孝期满了，就赶紧来看望哥哥和老太君呢。对了，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记得小时候，祖母与老太君相会，带着我和天磊哥哥去寺庙祈福。大和尚曾言，天磊哥哥麒麟之才，祖母便找金匠精心打造此物，没成想却误了工期。后来祖母过世，秀波留在苏州，3年孝期，秀波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就想着今日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祖母疼爱秀波，给我也做了一只。小姐，那2个分明就是一对儿。天磊哥哥，你可喜欢？我说天磊啊，你瞧瞧，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你就快收了吧。哎呀，喜欢喜欢，多谢妹妹。多谢妹妹美意。介绍一下，这位是你的嫂嫂。这个物件呢，本也就是护身符，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我就替小侄子先收下了。能送给天磊哥哥和嫂嫂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秀波心里更加欢喜呢。你嫂嫂长你几岁呢？嫂嫂好，只听闻天磊哥哥娶了娘子，今日见了，当真是国色美人。看着嫂嫂这样娇俏，秀波心里喜欢得很呢。多谢妹妹夸赞，妹妹也漂亮。好了好了，别站着说了，坐下，都坐下。来来来，哎呀，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快坐快坐。哎呀，外祖母呀，您可能不知道，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在守孝3年期间，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我在江州做生意，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我呀这才有所耳闻。秀波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商场如战场，你这个小丫头呀，竟有这种本事。哎，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太辛苦了，
日后啊，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秀波，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秀波还未定亲。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疼爱秀波，护着秀波。只可惜自己命苦，一直没有寻到良配。不急不急，我们的秀波呀，如此的蕙质兰心，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多谢老太君。对了，我还给咱们齐府上下备了礼物，老太君那一份也是我千挑万选，好不容易才寻来的，还望老太君不要嫌弃秀波的一番心意。哦，老太君，咱们去那间吧。秀波这份礼物需要有茶桌方可摆放。好，那咱们就去那间吧。湘云，备糕点。这套官窑瓷器出自官窑大师的手笔，是他的封山之作，需要特定的时节火候才能烧制。这世间一共就3套，秀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祖母在世时曾教授秀波点茶的功夫，他常言，要说这点茶茶道，还是老太君炉火纯青。如今我将这套茶具送给老太君，并为您点茶奉茶。秀波献丑了，老太君不要笑话秀波，还望您指点一二呢。点茶。温盏，挑高，手法行云流水。外祖母，您看看，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请老太君品鉴茶香。柯表哥，这茶道精湛，茶香沁人心脾。这沏茶的水，可是露水？正是，老太君睿智。曾听祖母说起，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泛舟荷塘，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在一起沏茶雅极。秀波也效仿此法，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沏茶，聊表对祖母的哀思，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你这孩子呀，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好孩子。天磊哥哥、嫂嫂，请用茶。记得小时候，哥哥的嘴最刁了，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天磊哥哥尝尝，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好，尝尝。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多谢嫂嫂夸奖，若是喜欢，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秀波啊，
你呀，就在我这儿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多谢老太君，秀波就算是回家了。秀波想恳请老太君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都有感情了呢。这有什么难的？那间屋子呀，还给你留着呢。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他和你嫂嫂就住在那园子里。老太君，秀波小姐和三少爷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这住回园子里，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这有什么呀？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想和嫂嫂多亲近些。要是嫂嫂不高兴，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啊，没关系，秀波妹妹高兴的话，住便是了。多谢嫂嫂。奶妈，给齐府各房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按照小姐的吩咐，各房太太、小姐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既然来了这齐府，想要促成我和天磊哥哥的姻缘，就要未雨绸缪，不仅要哄好老太君，还要让齐府上下都念着咱们的好。小姐说的是。秀波妹妹，柯表哥，秀波妹妹。妹妹，你今日的表现可是极好的，哄得老太君欣喜不已。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就算是成了。我看那三少奶奶同天磊哥哥亲近得很，我与天磊哥哥的事，当真能成。妹妹，事在人为，你只需要哄得老太君开心，把你留在齐府。至于天磊那边嘛，妹妹还需要将这百炼钢化为绕齿柔。好好撩动他的心，才能够成就美事。若此事能办成，秀波自不会亏待柯表哥。妹妹有心了。妹妹，如果你有事，表哥就不打扰了。秀波告辞。你个没良心的，魂儿被秀波小姐勾去了，枉我平日里如此待你。你这又是吃的哪门子的醋？这真正该吃醋的，应当另有其人。小巧啊，我告诉你，杜冰燕和齐天磊无论多么亲密，新婚燕尔如胶似漆，那也比不过他跟秀波妹妹这青梅竹马的情谊深厚啊。就你最聪明。老太君，我看呐，这三少奶奶与秀波小姐倒是投缘，一天有说有笑的。这秀波小姐性子真好。我和秀波的祖母情同姐妹，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就像亲孙女一样。这秀波小姐也是可怜，一个人孤零零的。我几次路过园子，都见她泪连连的在思念祖母呢。幸好啊，有老太君替她撑腰。我听秀波小姐和奶娘说，要像亲祖母一般待老太君您呢。秀波呀，的确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看啊，老太君就把秀波小姐留在府上，跟您也是个陪伴呢。我也有这个意思。老太君，
秀波给您炖了补品。你看看，看看，说谁谁就来了。过来，喝茶去。老太君，您快尝尝，这是秀波特意为您选的补品，上好的燕窝，最适合温补了。里头呀还加了点葵花蜜。哦，是吗？那行，我尝尝。哎，坐呀，坐呀，啊，坐。不错，不错。我们秀波呀，人善手也巧。秀波孤苦伶仃，能伺候老太君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你这是什么话？你好好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围着我这个老太婆一辈子呢？你是要嫁人生子的。秀波命苦，祖母过世后无人依靠，幸好有老太君您垂爱，秀波羡慕冰燕嫂嫂能得天磊哥哥爱慕，携手一生。你放心吧，我看着你长大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做主，绝不会亏待你。谢谢老太君。如果有一天，秀波有了自己想要嫁的人，老太君可愿意为秀波做主？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就像自己的亲孙女儿一样。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做主，绝不亏待你。谢老太君，秀波只想一直伴随在您左右呢。好，好，真是乖呀，乖。谢谢祖母啊！您方才不是说把秀波当您的亲孙女吗？那秀波便唤您一声祖母。祖母，哎，下个月就是祖母的大寿了，秀波想同天磊哥哥一起为祖母做一幅百寿图，祖母可应允？当然应允啦！我们的秀波呀，就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当心点，这些可都是上等的物件，弄坏了小心你们的皮。奶娘，快去盯着。是。慢点啊，小心点，大家辛苦了。秀波小姐，这些都是老太君赏赐你的。老太君说了，秀波小姐有什么需要置办的，都按照齐家小姐的规矩来。老太君是真的心疼你啊，小小姐姐，替我谢谢老太君。秀波妹妹，柯表哥，恭喜秀波妹妹了。秀波妹妹有福了，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呀。这还要仰仗柯表哥帮扶。秀波妹妹，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能否捞得这轮明月，就要看妹妹的了。我已向老太君请了愿，这几日便请天磊哥哥来，一道做百寿图。妹妹性子纯良，想要获得男人的心，就要让他的眼里和脑中都是你，不能有半点旁人的影子。秀波妹妹，攻心为上，善妒则乱。这句话，你务必要记住。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我都解了半个时辰了，还没解开。小姐，你还有心思在这玩9连环？那秀波小姐已经搬进咱们院子里了。她搬进来就搬进来呗，这园子这么大，多她一个也能热闹些。哎呀。
你可长点心吧，小姐。天塌了地陷了，哎呀，没事的。玩也不给玩，吃也不给吃，有什么话说吧。老太君是按照府上小姐的规制给那个秀波小姐安排的，又是丫鬟又是小厮的，配了一院子，比咱们这儿人还多呢。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他喜欢人多就安排他的，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可是我看到秀波小姐对咱们三少爷是有倾慕之情的呀。不行，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况且他们二人又是自幼相识的，这就是青梅竹马呀。哎呀，他们都说了，那只是儿时的朋友，谁小时候还没几个要好的朋友啊？可是我也经常跟我那些师兄弟一起玩啊。小姐，那秀波小姐如今出落的是亭亭玉立，哪里还是儿时玩伴呢？况且她那日要送给三少爷的金麒麟，分明就是一对儿嘛。天磊人呢？秀波小姐方才遣人来请了，说是邀请三少爷去她那儿作画。作画？记得小时候，秀波的字都是天磊哥哥手把手教的，算起来，天磊哥哥还是我的恩师呢。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可是天磊哥哥的事，一桩桩一件件，秀波可都记在心里呢。记得小时候，我就钦佩天磊哥哥的书法，行云流水，气势恢宏。时隔3年，哥哥的书法造诣定然又精进了，请天磊哥哥送秀波几个字。也好。我来吧。天磊哥哥的字真漂亮，男儿胸中有浩然正气，才能凝于笔头，浑然天成。妹妹谬赞了，秀波妹妹练的是什么字体？流体。那妹妹就在哥哥面前献丑了，望天磊哥哥能给我这个笨学生好好评一评。好。原来这就是秀波妹妹儿时住的地方。走吧，小喜，去看看他们画的什么画。外面风清气朗的，把门敞开透透气，小姐和齐三少爷才能书写得更好呢。你下去吧，莫让旁人打扰我和天磊哥哥写字。是。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天磊哥哥，这作诗的人一定是个痴情种。你瞧这诗句，字字含情，说的不就是我和天磊哥哥？小姐，你瞧他们，吟诗作对的，三少爷怎么能这样？还说最喜欢你舞刀弄棍，不在乎你的学识文采，现在又在这儿跟秀波小姐写写画画的。慌什么？我可是他齐天磊把抬大轿抬进来的。娘子，秀波见过嫂嫂。妹妹好。这是在写什么呀？天磊，这个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什么意思啊？此诗是写小男孩以竹竿作为玩具马逗趣小女孩的。嫂嫂别多心，秀波只是想到自小同天磊哥哥一起长大，有感而发。没什么，我知道你俩从小一起长大，就是青梅竹马，感情好得很。娘子，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与秀波妹妹虽是一起长大，不过一直都是将她当亲妹妹看待的。天磊哥哥说的是，我二人清清白白。我也没说什么呀。天磊，我知道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都是三妻四妾的，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把她娶进来呀。这个不敢，娘子，我答应过你，此生只娶娘子一人的。小喜，秀波妹妹，这是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好吃的很，外头可吃不着。现在点心已经送到了，我就走了，不打扰你们。哎，娘子，秀波妹妹，我看此书的寿字拓片并不足以书写百寿图，我再去书院寻一些来，到时候我那半句写好之后再给你送过来。就先告辞了，不打扰了。天磊哥哥，小姐，原以为这杜冰燕在院子里看到我和天磊哥哥成双成对，会嫉妒伤心，没成想他竟然直接进来了，还逼着天磊哥哥说出再也不娶的话。这个三少奶奶呀，着实厉害。不急，天磊哥哥尚未动心，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若如今就闹僵了，倒是麻烦。水滴石穿，来日方长。娘子怎会如此生气？方才不是大度的很吗？谁说我大度了？我李玉湖心眼小得很。齐天磊，我告诉你，你若是喜欢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美人儿，你提前跟我知会一声，我保证二话不说立马回扬州。对，带上小喜，咱们回扬州。去，不就是青梅竹马吗？谁还没有一样？跟我在同一武馆长大的师兄弟们，那也都是我的青梅竹马喽。他们与我脾气、喜好都一样，而且只爱练武，不爱读你那些破书。这么说起来，可能还更合适呢。小喜，赶明儿咱们就回扬州去，找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给嫁了。
小姐说的对，小喜啊支持你，咱们便也找个两小无猜的，开开心心的嫁了。我这儿都还好好的呢，怎么就能琢磨改嫁呢？不行！你呀，就找你青梅竹马的秀波妹妹去，管我改嫁干嘛？那别的先不说，你哪来的什么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啊？我怎么不知道呢？我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可多了去了，都让你知道啊！那他们姓甚名谁，身在何处？你跟他们还有联系？要你管！就是，你齐三公子只有一个秀波小姐，我们家小姐那可是有一整个武馆的师兄师弟呢，还不快好好哄哄我们家小姐？当心啊，她真的收拾东西回扬州改嫁去了。哎呀，是。哎呀，我家娘子啊，那是美若天仙。我齐天磊就是三生有幸，才能从整个扬州城人的手中把我娘子娶回家中。娘子啊，你就别生气了啊！你少跟我贫嘴，我不吃你这套。那娘子如何才能不气？不管是这天上星星，海中珍珠，只要是娘子要的，我都给你取来，跟娘子赔罪。那我刚刚路过园子的时候，看见一棵青梅树，上面有几颗青梅，我想喝青梅酒。行，我这就去把所有的梅子都摘下来，只给娘子一个人用。娘子，那边，这个？算了，那个吧，那个，这个好打一点，这个，就它了。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住了啊！再来，这个。